这对新婚夫妻前一秒还在车内亲热，然而下一秒就遭遇了严重车祸。而妻子也因为系安全带被巨大的冲击力撞飞到了车外，好不容易保住了生命。可当她再次醒来时，却对周围的一切尤为陌生，甚至将丈夫当成了主治医生。尽管丈夫竭力地解释着自己的身份，但这并未换来妻子的亲近与信任，反而是满脸的排斥与不解。看着手上凭空多出的婚戒，他的眼神中满是不可思议。面对妻子这般莫名的疏远，里奥顿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不知所措。可医生却将这归咎于脑部受伤导致记忆丧失的正常现象，只要回到熟悉的日常生活中，他的记忆很快就会慢慢恢复。尽管得到了专业的医学解释，但每当想到妻子对自己形同陌路，里奥的内心仍被无尽的失落与痛苦吞噬。当内心压抑的情绪无处宣泄时，他只能在饮料售卖机旁发泄对世事无常的愤懑。可命运似乎并未打算就此收手，他只是回家换了个衣服的功夫，5年未曾谋面的亲家父母就私自更换了病房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一场危机也在悄然降临。很快，从他与父母的谈话中，佩吉惊讶地发现，眼前这个声称是自己丈夫的男人，竟是第一次与他的父母相见。既然让佩吉愈发觉得背后似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，然而里奥怎么也没想到，当医生建议让佩吉尽快回归家庭生活，恢复记忆时，佩吉的父母竟执意要将他带回家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里奥顿时手足无措，毕竟在过去的5年里，他们一直相依相伴。这一分歧瞬间引发了激烈的争吵，双方各执一词，场面一度陷入了混乱。直到佩吉突然开口，这场荒诞的闹剧才暂时得以平息。随后他满心疑惑地找到了里奥，然后询问起了他与自己家人从未碰面的原因。里奥只好无奈地道出了缘由。原来佩吉当年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，未听从父母的安排去接受法学教育，而是执意上了艺术学校。这个决定也让他与家人彻底断了联系。可佩吉的记忆却只停留在上艺术学院之前，这一切对于乖乖女的她来说实在是难以置信。她心中的疑虑非但没有消除，反而愈发浓烈，随即起身便要离开。里奥见状，便以有利于恢复记忆为由，劝他和自己回家。此刻也只能无奈地咽回肚里，谁又能真正体会他内心的挣扎与煎熬呢？但他并未就此放弃，在佩吉出院前夕，他火急火燎地赶往医院，并拿出了珍藏已久的录音。尽管这段录音无法确凿地证明他们的夫妻关系，但当那熟悉的声音流淌而出时，佩吉的内心开始动摇。这个男人究竟是不是自己的丈夫？看着里奥那真挚的眼神，佩吉终究被他那炙热的爱意所打动。为了找回失去的记忆碎片，她决定暂时和这个陌生的丈夫共同生活。看似热闹却又无比陌生的场景，宛如一只受惊的小鹿，不顾一切地逃离了现场。里奥见状，只能匆匆结束精心准备的派对，然后满含歉意地向佩吉道歉。可这并未得到她的谅解。 To a strange apartment with a man I don't know. That would be a lot to take in. But coming home to all of that, plus a house full of people pulling on me and hugging me and crying in my face and talking about more shit that I don't remember, that's not a lot to take in. That's total bullshit. 这种痛苦如同一把利刃，狠狠地刺痛着佩吉的心。愤怒之下，他直接赶走了里奥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爱过这个男子。直到这天，他无意间看到了自己与里奥的婚礼录像，那一幕幕温馨的画面才让他不得不相信自己已然结婚的事实。而里奥见状，也试图看着里奥失落的背影。佩吉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，他的脑海中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于是他以妹妹即将结婚为由，提出了回家短住的要求。看着他那决绝的态度，里奥也只好暂时答应。可让佩吉疑惑的是，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里奥却莫名其妙地叮嘱他要注意安全。里奥并没有放弃追回佩吉，他开始学会穿西装、打领带，以更加成熟稳重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。尽管他的父母并不欢迎他的到来，但里奥的热情并未因此消减半分。可当佩吉与昔日的未婚夫搭讪时，里奥震惊地发现，佩吉望向对方的眼神中竟然深藏着浓烈的爱意，甚至与当时他望向自己的一模一样。那一刻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将里奥彻底淹没。为了宣示主权，他便亲自上前介绍自己是佩吉的丈夫。但更尴尬的是，当众人谈笑风生时，里奥却连一个位置都没有，只能尴尬地站在一旁。此刻，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小丑。为了让佩吉重新爱上自己，在盛情难却的强烈攻势下，佩吉终于同意了下来。然而一切的际遇都随着这天的暮色悄然而至。他们先是回到了初次相遇的停车场，然后来到了他们最爱的甜品店，以开盲盒的方式品尝着不同口味的巧克力。每一次的惊喜发现都让他们的笑声更加清脆悦耳。最后他们来到了湖边，尽管天气寒冷，但在里奥的热情邀请下，那一刻里奥产生了一种错觉，他们仿佛又回到了曾经相恋的甜蜜时刻。于是当分别的时刻悄然降临时，里奥鼓起勇气表达了心中的爱意。 I love you.
可这突如其来的表白却未如他所愿般得到回应。原本以为这样的美好会一直持续下去，可现实的残酷还是让里奥明白了这份温存依旧破碎。很快就到了妹妹婚礼的当天，尽管他以家人的身份上前搭讪，却还是遭遇了冷漠，甚至被排斥在全家福之外。最终他只能黯然神伤的独自离开。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，佩吉的父亲竟私下偷偷找到他，试图以一笔不菲的金钱诱惑他离开自己的女儿。那一刻，里奥的尊严与情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，于是他愤然转身离去。他就像个无助的旁观者，处处受伤，与其继续深陷这痛苦的漩涡挣扎，不如就此放手，给自己一个解脱。于是他决定告别这段伤痕累累的爱情。为了缓解里奥的情绪，佩吉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。如果你可以后 I'm just 得到的会是 I'm so tired of disappointing you. 是难过 I'm so sorry. 是 I apologize to Gwen and Ryan. Oh God, no, it's fine. 世界只下 Wedding disasters have a way of turning into great stories. Eventually. 放不下是个借口我找人 Hattie, look at the girl you love and tell yourself it's time to walk away. Leo, 我不明白 I hope one day I can love the way that you love me. 怎么牵 You figured it out once. 着就放 You'll do it again. 里奥曾以为只要自己西装革履，而手中的吉他成了他唯一的依靠。在这之后，他先是关闭了那间充满回忆的画室，然后果断地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，从此恢复了单身生活。尽管生活看似翻开了新的一页，但当他偶遇佩吉曾经喂养过的流浪猫时，他从闺蜜的口中，佩吉震惊地得知了她与家人断绝关系的真正原因。原来她无意间发现了闺蜜与父亲的恋情，于是才有了接下来的离家出走。随后，在母亲的泪眼婆娑中，她确认了残忍的事实。令她心寒的是，他们竟然联合起来，对失忆后的自己进行欺骗与隐瞒，甚至利用这一点来篡改历史。可当他质疑母亲为何不离开时，母亲却这样回答 We were a family, Paige. And I realized in that moment that tha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world for me. And I could not go. So you just wasped it away. No. I chose to stay with him for all the things that he had done right, and not to leave him for the one thing that he had done wrong. 他心疼母亲遭遇的同时，对父亲的憎恨也愈发强烈。直到此刻，他才明白里奥那句注意安全背后的含义。随后，他第一时间找到里奥，原来他早就知道了父亲与闺蜜的事实。尽管他想告诉佩吉事实，但每当话到嘴边，却始终难以启齿，因为他既不愿以此作为接近他的手段，更不愿剥夺他自主选择回归家庭的权利。这一刻，佩吉才猛然意识到母亲口中家庭的重要性，于是他决定用更加成熟的方式与家庭相处，而不是离开。之后的日子里，他坚定地拒绝了前未婚夫的追求，然后在家人无条件的支持下，他重新踏上了法学系的求学之路。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，事情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，他还是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原来的学业。然而命运不仅充满了戏谑，还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这天，佩吉从包裹中意外发现了一张便条，上面记录着关于他与里奥的共同爱好。直到此刻，他才终于明白，原来对里奥的爱早已深深刻入骨髓。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，他猛然意识到，今天正好是下雪天，而便条上记录的是他们约定下雪日会去咖啡店。此刻，一个大胆的想法闪过脑海。与此同时，里奥意外地来到了曾经的咖啡店。当他回头的一瞬间，他又看到了那个爱到骨髓的女孩。所有的相遇都是一场命中注定。随后，在温暖的灯光下，佩吉分享了他放弃了法学，再次选择艺术学的相似经历。而正是眼前这个男人，让他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其实，人生就是这样，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刻忍不住遐想，要是当初我做了另一个决定，我是不是就会过得更好一点？但其实，就算给你机会重新开始，你还是你。你还是会做同样的决定，你还是会在某个瞬间遇到同一个人。总有一天，会有那么一个人，看你写过的所有动态，翻阅你从小到大的所有照片，甚至会去别的地方寻找你的信息，听你喜欢的歌，走你走过的地方，看你喜欢的书，品尝你大呼好吃的食物，只是想弥补你的青春，他错过的时光。